王毅他在12日到16日他就分别到了3个国家。来，高士，你看一看，台湾有事论这件事情呢，我来跟其他的国家让他们讲2句话来给你听听看。所以这是一种外交的一种手腕。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国家一向都跟日本关系很密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日本的盟邦都已经表态了，所以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表态。高市早苗的苦日子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第一次不再出借熊猫给日本，其实老实讲一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关心在中日的这一场外交上面的争议，导致日本现在的外交是连环失血。中日关系今天我们会关心到是否倒退了50年，日中关系正式的走向冷战吗？好，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一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于是决定呢，把他们的熊猫全面的撤出日本了。日本是否倒退了50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因为现在也没有熊猫可以看了，中日关系是否加速往冷战的方向前进？第二件事情来关心，北京终于是有了大动作，在政治立场上面罕见的制裁了日本的军事高层，而台湾问题是不是真的是已经画出了红线？最后我们来看到是中东国家现在则是选择站队了，2个关键的国家，今天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跟约旦。在此刻，非常具有争议点的时刻呢，决定站队中国大陆，日本还有多少的外交空间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来看到今年日本年度票选这个汉字的结果，不是象征通膨的这个稻米的米这个字，也不是高物价的高。日本人选出的字是熊，表面上好像是因为近期呢熊害频传，而且山林失序。但是现在专家也做解读，现在日本人内心最深层的恐惧，恐怕就是中国大陆的大熊猫正式的要全面离开日本了。还记得吗？当时在上野动物园去年9月的时候，已经返还了2只的旅日猫熊，仅存的猫熊，我们来看到的是双胞胎，是已经还了。仅存的2个双胞胎，包括了小小跟雷雷，更将确定在明年的1月份就会提早的回到中国大陆了。那如果真的成真的话，就是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第一次是完全没有熊猫在国内的，香可以创造的商机达到267亿日元，这么多。而双胞胎则是可以创造大约308亿的一个经济效益。结果现在却是因为一句话，台湾有事，高市说的，导致呢他的战略误判，让熊猫的外交也断线了。中日关系被解读是否往冷战的方向全面推进呢？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尚志哥怎么看？其实有些人最近都认为说，是不是中日的这个对抗的这个紧张关系有一点点缓和？其实没有哦。其实现在以中国大陆来讲，这个施压是更精准的。从先前我们都知道的国际的政治外交，包括到这种很多的强力的这种对话，包括很多的这种狠话，然后再来就是经贸产业、观光啊，所有的种种一路下来。那现在这个熊猫，大家觉得啊，熊猫不继续借了，明年1月就没有熊猫。各位，这是心理战，让人再度清楚地感受到中国大陆的精准打击这件事情，其实是比想象中的更惊人。什么意思呢？最近的日本的民调对于有关于高市早苗这番话，中日关系的紧张，超过60%的民众是感觉到不安哦。所以这个不安来讲，已经慢慢蔓延在这个社会了，而且民众在社会当中会感觉到，因为观光客少了非常非常多人哈，过去大陆观光客的比重非常高，然后呢，经济上当中这些店家，你要知道，一家店家没有大陆观光客，他的所有的亲戚可都会知道啊，所以这种扩散性，好，现在扩散到熊猫什么意思呢？未来全日本的小孩都知道高市早苗的这番话所产生的中日关系的影响，所以这一波的从原来的政治外交到高层面经济产业，到现在对于社会心理的部分的压力，乃至到一般民众到最后小孩，这个部分是中国大陆直接在进行的。而且我们必须得说哦，中国大陆现在在政治外交当中定调的部分，已经不再是你讲错话，而是你历史轴线当中这个军国主义的复苏这件事情，这句话不是一句话哦，不是只是社会而已，是整个问题是定调在历史。
高市早苗现在是中日在2次大战之后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或这个重大的罪人，潜台词是这样子。所以再加上经贸的部分观光，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是3月底之前所有的部分全部消停，包括航空公司，包括所有的旅行团。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跨年、春节，乃至到3月所谓的赏樱花季，全部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波打击下来会打击到一个点上。所以我们刚才讲，现在社会舆论可不只是骂而已。熊猫看不到这件事情的感受，其实将会非常大。日本非常非常爱熊猫，日本对于熊猫的痴迷应该是全世界第1名啊，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还有包括最近以及待会会讨论到的有关于这个延期贸，把它开始有个日本人当中个前右翼的军人当中很重要的人士说他是台独的相关者，日本人变成台独黑名单，这也是空前的。因为要知道，延期茂先前是高市早苗今年4月来台湾的时候，其实见赖清德和延期茂可是在现场，所以这里头有点就是敲山震虎的味道。所以这方面全面的影响性的扩大，我觉得中国大陆有备而来，这所有的招数都不是虚招，而且开始现在说你高市早苗是军国主义的这个2次的这个鬼魂又要重新起来。但是现在另外东西还没有扣上是什么？台独。也就是说，现在台独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大陆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是外国势力介入嘛，另外一部分就是台独。所以虽然没有直指你高市早苗跟台独的挂钩，但是对于你们所谓的右翼的这些军国主义分子当中，很具代表性，而且跟你其实走得蛮近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军人，前军人已经说他是台独的同路人。所以这样子的绵密出招，并没有显示中国大陆开始放软，或者是有各方面。当然，我讲日本方面其实也并没有在，就是他们就是蜷缩在那个地方等中国大陆对付。我今天讲到日本外务省在国内有3000人，海外3600人，这一阵子是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因为他们要拉联盟。除了美国之外，高市早苗说他要去见川普，或者明年1月可以见到川普，达沃斯论坛他都要见。就他会这样讲，表示川普没有要见他，所以他才喊话。除此之外，我刚刚讲外务省到处 G7 对法国也好，对欧洲其他的国家也好，都想尽办法在沟通电话本人去，希望他们能够跟日本站在一起，就这件事情上都能够挺日本。但是看得出来，欧美国家现在绝大多数都保持冷眼旁观。所以刚刚讲中国继续绵密的施压到细节，但日本也想尽办法在全球希望能够找到结盟，但看起来日本的做法是没有具体的实效的。好，确实，现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有祭出了非常多的招数，除了警告他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同时也针对刚刚特别提到的台独的问题。这位刚刚上次哥帮我们特别提到的是日本前统合幕僚长岩崎茂，现在确定了大陆方面外交部公布的说会禁止他入境，因为理由是他勾结台独势力，严重干涉了中国大陆的内政。那这其实是近年来比较罕见的，大陆直接对日本的军事高层直接做出的制裁。当然了，我们来看到2位是立刻出来缓颊，包括了日本的外相，他说尊重中日联合声明，理解中国对台立场。高市早苗也出来补充说，日本政府希望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现在好像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焦点。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个11月7号啊，这个高市早苗有关涉台的错误言论发出了以后，中国大陆要求高市早苗做了几件事，我当时就认为是标准很高的。第一个就是撤回错误言论，第二个就是认错纠偏。那这几点其实就是我认为已经准备跟高市早苗跟他的右派的这个政团啊，做一次长期的一次对决了。长期的对决，所以这个中间你可以感觉说，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反应方式啊，就是对于这个高市早苗的反应方式，那是很有节奏的，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那中间高市早苗在不管是从美国来的压力，或者中国大陆的压力，甚至内部的一些压力之下，他也做了几次发言。可是呢，第一次引用了这个旧金山合约，那是提油救火，让中国大陆更感冒。那后来他改用所谓的波茨坦宣言，也用到了这个1972年的中日建交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那可是他没有提到说，他是确认了
日本承认尊重并了解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个地方，立场没有改变。对，那可是呢，这一点的话，并没有提到他说台湾有事他日本就要怎么，这是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他就要动用集体自卫权，这部分他没有讲。台湾的地位问题本来就日本政府就已经1972年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对，那只是说他在重申而已，可是他没有收回他前面错误言论，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中国大陆事实上对日本的做法话是在逐步的增压，现在一步来，最近有关的中日韩三边的这个部长级的会议现在也都压的气氛非常的低。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刚刚讲到熊猫的问题大概是没有了。然后再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最近中国大陆也通知在日的中国大陆公民要重新就是说整理一下这些在日本的侨民身份要登记。然后呢，而且暗示就是说这些中日关系可能长期上是往负面的方向发展。那这是一个应变措施，如果发生什么这种意外或者说说紧急事件的话，那中国大陆为了保侨护侨那么他要有很多怎么讲？他有很多动作，所以他先做了一个整个清查，所以这些都变成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对日本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次不是一次这个很短暂，或者说一次规模很小的一次对日本的一次回击，我认为是一种全面性，而且是长期的。那目标呢，就是要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崛起这个趋势来进行长期的斗争。那这里面的话，外交手段已经使用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军事手段也使用了，另外还有社会手段，还有就是经贸的手段，这些慢慢都在成型当中。所以呢，日本事实上是不会轻易收回他的高市长不会收回他的言论的。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也不会改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是一场长期的斗争跟较劲。那这个过程中，我想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国力还有手上的筹码，它基本上会用一种全面性的降低跟日本的关系，来不要去帮助日本这个国家的国力，还有呢它的经济实力、它的外交、它的军事实力这个在长期逐渐往上成长，它是要基本上是要抑制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抬头的这整个大方向的整体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说，如果说还要期望中日关系在短期内或者说1-2年内会恢复到这个高市早苗发言前的那个状态，那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那中日关系将来如果要能够回升的话，那就要看日本方面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积极的动作了。好，中日关系现在看起来很可能是朝长期对抗的方向去走。不过，那其他国际社会，包括中日之间的盟友怎么反应呢？我们看到大国美国方面是冷眼旁观，那倒是中国大陆，我们看到是多了2个新朋友。这个是中东现在决定要来做表态支持大陆。2个国家，第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说坚持一中，反对外部干涉。第2个国家是约旦，外交部也表态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观日本现在是不是逐渐的受到孤立？现在高市早苗有来自于内部的压力，也有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能撑得住吗？干哥怎么看？那个王毅他在12日到16日他就分别到3个国家：约旦、沙烏地阿拉伯还有卡达。他去这3个国家就是，你看，来，高市你看一看你这个台湾有事论这件事情呢，我来跟其他的国家让他们讲2句话来给你听听看，所以这是一种外交的一种策略，一种手腕虽然远在中东，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国家一向都跟日本关系很密切，对，都很友好的。那我现在去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来说说话，然后去约旦找国王阿卜杜拉2世也讲一讲，然后他马上发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警告你，为什么？你的盟邦，你日本的盟邦都已经表态了，所以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表态。很简单那
其实东京大学的那个学者哈，上古智子，他就讲的非常非常的，他讲很传神，你知道吗？他在一个外国记者中心发表演讲，他说，你知道日本人哈最不擅长表达的，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讲出来，最不擅长就是这样。他说我跟你讲，那个高士他已经讲了这么多遍哈，我们不能对台湾问题有任何立场。你这样讲是得不到中国的这个，就是说他得不到共鸣，他不会认为说，其实你已经反省，你已经后悔，你已经道歉了。其实中国老实讲，只是要你放软啊，承认你对于台湾论述的不正确。台湾地位是早就已经确定的。其实这个在不管什么合约里面，台湾的在中国的关系之间，它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这没有什么好多说的。那东京大学教授就认为说，你连这个都讲不清楚啊，高市早苗，你虽然讲不清楚，我跟你讲，反映在什么？刚刚上次有讲到的，国内民意调查6成6开始担心哦，中日关系现在很紧张哦，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问题问下去哈，你就会觉得很妙。另外一个问题是，请问那个首相他的对于这个台湾的或者是说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啊，你的看法认为他的发言对不对？57%的民众就说对，高市这样讲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有受到这个日本本身有受到那个不可预期的侵害的话，或是危机事态的话，出动自卫队是应当的。所以你看，日本就是他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民族，你知道吗？对啊，你怕不怕跟中国处不好啊？怕，6成6怕。然后，但是高市早苗有没有讲错？没有。那你奇怪了，这是一个矛盾的民族。他们是几千年来都这么矛盾，但他们从来不敢讲出他们心中的话。所以学者认为是说，你就是不管是民间或是官方，都缺乏论述的能力。在这个情况之下，高市早苗的苦日子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他始终没有讲清楚，而且他也不可能再跟你讲清楚了，他只能够维持他现在原来的理论基础。可是说一句实在话，中国远远不只是要这样而已。你一天不讲清楚，那外交降等，还有冷处理，还有关系的继续的淡化，是一定会将来会影响到经贸，不是只有熊猫而已啊。大猫熊，我跟你讲，现在只剩下2只，对不对？然后明年1月就要还给大陆了，然后大陆第一次不再出借熊猫给日本。其实老实讲一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再也看不到了。每年有300亿日元的产值，现在如果没有这个产值，最重要的是就是说，对于日本的教育跟小朋友未来的期待都有很大的伤害。其实有多面向的影响。这是我觉得高市早苗应该好好考虑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会节目持续的来关心中日的战机，这一回真的是擦枪走火了。现在说距离战争只剩下最后的一步了。日本跟歼辽宁舰现在被爆出是装无辜吗？解放军则是不忍了，开始有了大动作。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的。中日这一回的战机死亡凝视时间高达了31分钟，大陆火控雷达这一回锁定的日本。F-15 这一次可以说是距离开战只差最后一根扳机了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大陆的辽宁舰百次的起降，宫古海峡的空域也被逼到了极限。日本现在说了，中国大陆你在挑衅，日本则是回说，是日本你跟监滋扰。到底这一场这个事件谁在找战呢？最后面来关心到的是高市早苗挑明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之后，说了这份言论遭到了言论跟军事上面的双重击杀。但是本来以为美国会驰援的川普至今却是沉默不挺日本。今天我们来关心的是，盟友是瞬间消失了吗？来自于美国的帮忙，日本会不会被迫独自要面对中国大陆？今天都会一次的就这些议题来做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刚刚特别提到的中日离开战真的只差最后的一小步了吗？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
泉进次郎突然间在这一天是7号的凌晨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小泉进次郎是这样说的，公布了一场在冲绳东南方的上空发生的这一场危机，罕见的主动公开，他说是在冲绳外海上空，而且是濒临战争的一个事件。赶快来回顾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整个状况，是在12月6号的16点32分到35分之间，辽宁舰起飞的这个歼15对执行紧急升空任务的日本 F-15进行了这个是火控雷达的照射，紧接着非常的紧张哦，18点37分到19点08分这30分钟，又对另外一架的日本 F-15也遭到了火控雷达持续的来做锁定。大家在关心说火控雷达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请专家来做解读。简单的来说，就是战机已经瞄准准备开火的一个重要信号了。就像我们比喻这个电影《捍卫战士》里面这个警报狂响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你已经在对方的枪口下了。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长达31分钟持续锁定，被外界形容是这个叫做死亡凝视。另外一方面是辽宁舰的战机加直升机在6号到7号2天内起降了破100次，专家是这样形容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只差最后一步就会爆发战争了，已经不忍了，真的是这样吗？节目一开始要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中日这一次的争议，距离开战真的只剩最后一步了吗？中国选在这个时间地点亮出了火控雷达，是这张底牌吗？舰长怎么看？究竟什么是火控雷达？它其实就是射控雷达。那它的英文叫做 Fire Control Radar， 所以你要翻译成射控是 OK 的，你要翻译成火控，其实更贴近美国原来就是英文的用法哦。那其实我们在发射飞弹之前呢，都要先建立瞄准线。所谓的瞄准线就是 line of sight， 那其实也就是射控雷达的照明。照明之后就锁定，然后接下来发射飞弹才会建立另外一个，也就是射线的部分啊，也就是line of fire 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也就是刚刚讲的，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开启射控雷达是死亡凝视，也就是我已经在完成瞄准的动作了。那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啊，不过我们要先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一般来讲。无论是海军或空军都不会任意的开启射控雷达，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所有的无论是载空机或者是水面的舰艇，它都有非常多的这一个有关于无线电的接收装置，你只要一发射一锁定的时候，其实你的电磁参数也就暴露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按照这个小泉他宣布的这个，也就是防卫大臣他在开记者会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在这个转向往东北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个辽宁舰，它穿越宫古海峡往东南，这个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它这一次，它在这个冲大东岛这一个以西的位置，它就已经北转，向东北转。那向东北转的话，其实更接近冲绳。这个是对于日本来讲，他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就立刻起飞战机来。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射控雷达的部分啊，它一共我们讲到，刚刚主持人也直接告诉我们了。开启了时间，那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其实2013年1月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就发生过，不过那个时候是舰艇发射的，那这一次呢是战机发射的。那战机为什么发射这一个射控雷达的讯号？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国或者是日本在遇到解放军的各型舰艇，包含航母舰、打击群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应对？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应对，也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没什么，而且他为什么穿越这整个的一个打击群的一个平位，然后进到这么近的距离，大概就是不到3000码的距离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军其实
它是一个比较挑衅的作为。那我们在之前呢，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南昌舰，它得到了时代楷模。那它为什么得到时代楷模？其实跟这一次的感觉其实可能很像啊。也就是说呢，来了2架的外国的战机，然后不断的逼近，那也就是他们开启了舰上的系统。那这是我们讲到说上一次时代楷模的事情。那这一次呢，对不起，是航空母舰打击群。那当然，航空母舰打击群它不是当场起飞，它是原来就有载空机的，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CAP， 也就是雷达的这一种巡弋的在空巡弋机。那我就直接的派这个1批2架次直接去拦截，而且我们其实要特别注意一点，它其实在视距外就已经被锁定了。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其实是非常的对于这件事情。他已经非常的有他的警觉心，而且他绝对不让类似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他的舰长翘个腿，然后在那边然后做这个如此的事情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一次的事件，其实代表它真正的含义，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编队，它应处已经不像过去了。然后会比以往来的更为强硬。好，中国大陆已经蓄势待发。那针对这一场战事，有人说是不是一触即发？现在双方中日双方则是互控，是你先挑衅的。我们来看到大陆方面说什么，还有日本方面又说什么。先来看到日本的小泉进次郎是立刻痛批说，中国大陆的动作是极度危险的。那首相高市早苗也强调说，我们冷静，但是会坚定的来应对。外务省也直接就召见了中国大陆的大使来强烈的抗议。中方的国防部长张晓刚则是强烈的反击，他说：“我们辽宁舰在这个宫古海峡以东训练是符合国际法的，日本你才是恶意跟监。”然后也指控日方多次的派他们的 F-15来闯入演训区，痛骂日本是贼喊抓贼。倒打一把，这个辽宁舰100次的起降，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互相在痛批对方，到底是谁在挑衅？委员怎么解读？不能那么单纯的从挑衅或者反挑衅的角度来看，双方面在这个区域在干什么？为什么解放军的舰队要在这个位置进行演练？那个是最标准的宫古海峡封锁战跟宫古海峡反封锁战。这个宫古海峡，如果先从日本要封锁宫古海峡这种意图，以及它的部署。那中国大陆如何去突破这个宫古海峡的封锁战？我们来看一下哈，宫古海峡怎么被日本封锁？宫古海峡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应该在这里，这是宫古海峡的位置在这里，在这里。然后以日本可能部署的提防导弹，假设在没有导弹基地的4国部署提防导弹，它的攻击范围，在最内圈的是标6的攻击范围，最外圈呢是战斧导弹的攻击范围，因为这种提风导弹啊，是这个提风系统是由标6再加上战斧导弹，所以战斧假设它打1600公里，涵盖的范围就是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涵盖整个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特别在这个位置里面做演练，就在这个位置做演练，所以表示解放军要突破宫古海峡。然后这个如果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配合美军要封锁宫古海峡，所以解放军演练地点当然选在这里啊。通常演练地点选择在哪里？除了有一些基本技术的演练要求之外，事实上选择战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所以目前如果从日本本岛装设提防导弹，大概就是最大的攻击范围在这里，然后这个内部标落在这，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就是精准打击导弹啊，它的范围大概就在这里，通通对宫古海峡有封锁的作用。那假设他们以后不只是在日本本岛装提风，也在什么也在石垣岛跟那个与那国岛去装设什么？去装设他们自己生产的124的反舰导弹，或者是这个034的防空导弹。034大概打这个，那12打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宫古海峡在哪里？就在这里，在这里。所以解放军在这里演习，
也就是多是它的打击范围。那通常导弹的打击范围哈，一般来讲，日本现在这个导弹都还没有完全装置完成，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这个战机的监视范围扩大到大概导弹的攻击范围哈。那解放军就当然要去模拟一个反封锁的作战嘛，你飞机来，我锁定你，你导弹来，我拦截你，大概处于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中日紧张，我们可以说其实也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先来看到辽宁号它在冲绳的外海训练，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从过去历史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迹象。在今年6月的时候，其实大陆甚至派出了它的辽宁舰跟这个山东舰双航母在同一片海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演练。那日本自卫队也是一路跟监，但当时呢，虽然有这样子的事件，但是双方的关系毕竟没有这么紧绷，所以还算克制，这事件就这样子过了。那这一次就是因为这个首相高市早苗他拒绝收回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所以爆发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争议。现在让日本最心寒的是，原本呢，川普看起来他已经表态说会出面挺日本，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只有国务院的社群贴文一句话而已，而且没有任何的联合声明，甚至是没有强硬的表态。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呢，川普对于日本的承诺到底是不是跳票了呢？美国根本不想被日本拉下水嘛？杨老师怎么解读？没有错，我觉得这一次高市的发言事件到现在哈，其实已经，我本来以为说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呢，事件可能会再发展。因为你看到大陆这边其实是个警告，这是警告你飞得太近，也警告你高市不撤回，同时也警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要求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所谓这个安全角色。那日本呢，我觉得在扩大，在操作这个议题。2点钟开记者会，我还没有记得我们台湾哪个政治人物2点钟开记者会，打起仗来了没有？有没有任何的损伤？没有啊。防卫大臣2点钟开记者会，那第二天高市也在加码抗议，还找中国驻日本大使来表达抗议。那其实整个过程我看到日本的这个内容啊，他都没有讲两机的距离多远，而你距离人家整个演习的这个船舰，它船舰3只都显现出来，距离多远，他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自从高市发言之后，在这个区域啊，其实大陆有相当多的就是这个船舰、水面舰，而且经常的在做演习。2天在辽宁舰可能都将近100次的这个起降。那日本当然你会警戒，我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过于靠近，当然要受到警告。不要忘记，去年7月的时候，日本有一艘驱逐舰叫梁越号，它跑到浙江的门口，在那边监视了中国大陆的演习，结果呢，跑进去领海里面20分钟，大陆这边抗议啊，日本不理，所以到8月24号的时候，大陆一艘运9的这个侦测机，侦察机就在日本9州外面的男女群岛这边旋外海上。然后进入到领空15分钟，日本就把它做。你看，中国军机侵略日本领土，那1个礼拜之后呢，日本自卫队悄悄的把那个梁越号的舰长给换掉。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日本这边的操作的情况非常明显，而美国呢，从头到尾没有讲话，因为就在昨天，加州有一个雷根图书馆开一个雷根战略会议，同时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到了，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都还被记者问到，你对这次的中日紧张的看法，他完全没有提到中日紧张，也没有提到日本，他只说中国的军力的发展，然后走向一个全球的布局，好像还蛮正面的。美国现在的态度基本上我认为2句话，美霸退出西太平洋，这个美霸不是爸爸的霸是霸权的霸。美国没有退出西太平洋，他在那边有经济利益，但美国霸权退出西太平洋，美军转为战略守势。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这几年，任何在驻韩或驻日美军跟中国大陆解放军有任何擦撞或者是警告或者这种之类，除了在台湾海峡之外，对，都是日本。所以日本的角色现在变得好积极。小泉进次郎，当然我个人觉得他也是为他想做下一任首相做准备，因为他知道现在日本整个向右转、保守化、反中的氛围，所以这种民粹操作在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到达这种地步。但我必须要讲哦，中国大陆的那个海军的发言人到第二天的12点45才一个公告出来。其实国际媒体跟所有的华文媒体都已经照日本的讲法写出来了。到了当天的下午，到现在我们才了解，其实真的不安全、不专业是谁？是不是日本你太过于频次过高的接近？而且你4点钟来一次，被照了一下之后，你6点钟再来一次，好像照得不够爽。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火控雷达的照射，就刚才小院长讲得很清楚，因为它那个就是高频率的那个很容易过热。所以，当它一照射，跟就是导弹要发射的这个根本是等于是这个一致的，那个窗口时间很短。可是即使如此呢，在4点6点的时候呢，应该是说歼15上的飞行员用人工的卸弹，就等于是停掉那个飞弹发射的这个程序。一般的话，通常照射锁定飞弹发射，这大概是一个瞬间的。那但是呢，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你，然后呢，你4点不行，你6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呢？2点开记者会，为什么不选择3点好了？为什么4点？所以这个时间点，然后呢，第二天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反应其实让日本更为挫折感。美国就是没反应，而且再加上他们的讲的话以及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实际上所显现出来，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已经开始在战略收缩、战略守势了。持续是这几天最火热的话题，就是中日现在日渐矛盾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了吗？怎么说？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证实了这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2位领导人的通话呢，其实是川普主动致电给习近平的。那前几天的节目呢，我们说反了，说是习主席打给川普，我们更正一下，这一次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那在通话的12小时后呢，他又立刻打给了高市早苗，那并且不是挺这位东亚的盟友而是要警告东京呢，在台湾的议题上态度跟发言要小心一点，收敛一点。同一时间，我们还观察到就是这个北京火速采购了美国10船的大豆让人把这个通话顺序跟大豆的交易产生了一些联想。难道对美国来说，现在日本这位重要的盟友连10船大豆农产品都不如了吗？那华尔街的分析也点出了说，中美现在关系的一个新现实，就是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休战呢，跟台湾的议题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首先，蔡委员怎么看主动通话？还有对日施压跟买中国大豆这3件事情中间的逻辑性，只是时间上碰巧刚好一致而已。对于贝森特的说法，我还是存疑，就是说，你美国总统为了大豆打电话给习近平，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这个事情，习近平也不会去管大豆要买几个他只要交代底下的说，我们就照釜山会谈的内容去买大豆就好。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说，彭博社说，你看中国爽约只买了什么，这个什么几吨的大豆，我说不可能啦，中国一定会买的啦。为什么？缺船嘛，你总不能调不到船，你还硬买嘛。那现在调到多少船就买多少大豆嘛，而且在年底之前要调船也蛮困难的。那所以说又说10吨呢，10船大豆，我觉得贝森特在做政治宣传。就是要告诉美国农民，你看吧，川普很认真打电话给习近平，所以才来10船大豆，达成了他的诺言。他要的做的是政治宣传。那如果说你是被动的，那好像你这个总统没有很积极所以他是在告诉美国农民一种拉票的手法。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判断？当然有人不服气，我就说我的看法就说大豆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急吗？没有，都没有。那贝森特这个说法只是要告诉美国农民，我们川普这么努力而已。那事情最重要是第一个时间点到底是什么陈述了，那个最重要。因为新华社并没有说
这个习近平应约来接电话。第一个时间，以前的惯例都有啊，那对于跟日本的关系啦，习近平对日本很生气啊，当然要找川普讲清楚，你打狗看主人嘛，那两个人聊啊聊，习近平根本大豆你说什么我就买了，因为现在美国大豆的价格跟巴西大豆的价格差不多啊，也没有理由不买那谈到日本的时候，我不认为习近平那个川普也很进入状况啊，他一定听了习近平讲说这么严重啊，所以才会急着去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也是这样的，你是我睡喊的嘞，这个我跟习近平关系搞得不错，你干嘛来搞破坏啊？然后他要打你还很尊重我你看这习近平都尊重我对，而且你给我不要惹事啊，而且这个事情也没那么急啊，也没那么重要，你惹这事干什么呢？好，那这个高市早苗只好鼻子摸一摸，脸麻一麻，民调再高他也都往后退，所以我认为火速采购美国大豆这个是本来就形成上的啦，只要有船就一定买，有船就一定买没有所谓火速不火速，你如果没有船，你也火速不来啊。所以这个纯粹是在对美国的大多农民做宣传的那这里《华尔街日报》说，因为跟中国这个贸易休战跟台湾议题以密不可，还要再观察。贸易归贸易，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摩擦？不会摩擦，你敢保证川普不拿台湾问题再出来闹吗？所以川普这个人是他最大的可以预测，就是他不可以预测。所以大家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保持观察。那高市早苗呢？他当然在川普的压力底下，他也往后退啊。对。但是你要知道，他从日本的安保法是把日本的安全规定3种事态，第一种叫重要影响事态，第二种档次更高一点叫存立危机事态，第3种事态叫武力攻击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只是说如果我有需要帮美国忙，我提供后勤补给就 OK。到了存立危机事态怎么样？是我可以出兵就某个特定目标进行攻击，然后到了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我可以发动全面的战争。它基本上是已经到了存立危机事态。然后高市早苗现在只退到了旧金山合约，但中国并不承认旧金山合约就是说。就让合约说，日本已经抛弃了台湾了，所以我没有立场去谈台湾的法律问题。可是很 tricky 的地方在哪里？我抛弃了，我并没有承认台湾是谁的主权领土，所以台湾在日本的法律上是无主之土。无主之土就是说我日本人可以攻占我日本人可以介入并不违反。但是如果再推到波茨坦公告，台湾已经是由日本还给了中国了，那主权就是中国的主权。你日本就不可以去攻击人家，你攻击人家是侵略而不是介入而已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他谈到存立危机事态，存立危机事态在日本的安保法律里面可以封锁宫古海峡，那你不是针对解放军来，针对谁来的？所以我不认为中国顶多是缓和啦，但是中国不会满意，所以这个冷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是好，我们刚刚委员有跟我们提到，在这个川普美国这位老大的施压下呢，原本民调很高，所以立场很坚毅的高市首相，现在态度也稍微急转一点了。他就强调了3点，包括日本无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日本有责任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还有他不再提任何具体台湾有事的情境了。这让立宪民主党的代表田野家彦就直言呢，其实首相这番话已经是等同于撤回先前他答辩的那个表态了。所以看在美中这个其利发难的情况下呢，东京其实是稍微有些屈服的，但是在中国大陆这边还是不买单哦。那外交部就批评日本一样是在老调重弹、老小蒙混过关，这种伎俩呢是行不通的。那如果我们站在日本、站在高市的立场来解这场誓言风波的话，赖老师认为他现在如何要在美中这样2个都给他压力之下，让关系能够降温的同时，又不让日本太丢脸，有一个漂亮的台阶可以下？不容易，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并没有要高市下台，没有。川普为什么没有要高市下台？我觉得高市引用川普的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可以表达一些讯号的。也就是说，川普还是跟他讲说，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啊，这个就代表说，川普对于他的重视程度啊，基本上来讲还是把他看为是安倍晋三的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没有要他下台，但是要他处理好跟大陆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中日的问题不能够影响到中美的问题，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最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明年能够顺利的到北京去访问，对，因为他认为有很多事情必须要不断的会面中把大部分的问题，中美的关系大致上的东西都搞定，因为他明年的选举的压力确实很大，他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很低，而且还在探底的过程里面，他也感受到他的同党的共和党的州长、参众议员，他们都有松动的这种现象。这个对于他的领导来讲，对于他本身的权威来说，已经受到一些挑战了。如果明年的选举选不好，那对于他来说，他就等于是提前破压了，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态的发生。那谁能够帮他把这个事态稳定下来？他必须一定要搞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不能够再恶化了，至少不要再恶化了。如果能够改善，这个对川普不会是坏事情，但是不能再恶化。那现在日本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会恶化中美的关系，所以川普的出手其实是制止这个事情不要再恶化。但是高市好用在哪里？你想想看，他跟石破茂从2月、4月一直到石破茂下台，对，第一个美日的贸易协议谈不下来，第二个石破茂没有松口5500亿送给这个川普，对，第三个对有关于汽车、农产品的问题还在跟美国纠结。可是高市完全不一样，高市是跪下来送，是5500亿送你随你花，然后汽车可以进来，农商品可以进来，可是现在还没兑现呢。对川普来讲的话，最能够兑现的就是高市嘛，而且高市现在的处境跟立场就更加脆弱了。为什么？第一个，国内有挑战者，在野党挑战他的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同样执政党内的人也挑战他对大陆的政策嘛。例如说石破茂就是一个代表嘛。那也就是说，他同党内人有人挑战他的大陆政策，党外也有人挑战。那现在对于高市来说的话，最需要就是美国。最需要美国，那怎么可能川普会让他下台呢？我个人认为川普是不会让他下台，但是要他处理好这件事。高市在这个地方就叫做战术上退却，战略没有退。战术上退却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没有立场谈台湾的问题了。那间接的含义就是台湾有事，那就不等于日本有事了。这个就是野田佳彦的解释。可是野田佳彦不能代表高市早苗。对。你要高市早苗自己出来说，可是高市早苗如果确认台湾有事，绝对不会是日本有事，日本没有立场谈台湾问题。高市早苗应该引用的是1972年他跟中国大陆所签订的中日的第1号文件，而不是引用这个旧金山合约。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转移。他在走私概念了，应该这样讲。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大陆看得很明白，也很透。我觉得中日的关系短时间还是不可能缓解，不可能缓解。好，赖老师这样子还要提醒大家持续的观察。那么这场牵动亚太局势的政治博弈呢，现在最新的发展是11月举行的这个珠海航展已经直接端出了，不好意思，这一次拒绝日本人入场的这个强硬态度端出来了。同时，中国的驻日大使也公布呢，日本的刑案从2021年到24年的增幅是高达65%的这个治安恶化。那提醒公民呢，要避免赴日旅游。不过这个就比较是看时间说话，因为在高市失言之前，这个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时间拿出来讲，就只是借题发挥。好，从贸易到观光，中国还有多少的组合拳可以对日本来发力，对日本来施压？还有，现在川普除了要维持好跟中国的关系之外，他现在忙的是要如何尽快让俄乌这个和平的条约赶快的定案下来，然后维持现在美中的贸易各方面的稳定，这样的一个战略现实。所以目前现在跟中国维持好战略关系，已经重要过照顾日本这位东亚盟友了吗？日本变成其中的筹码了吗？将军怎么看？
当然我们要知道哈，如果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两个通电话是谁先打给谁的，其实这是整个事情的一个关键所在哈。那如果说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那我们用白话文来讲的话，等于说叫川普好好管管你日本那个小弟哈。但如果说是由这个川普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我觉得那就代表川普看到事态的严重性了，所以他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希望习近平能够这件事情能够找一个台阶哈，那个双方来讲不要继续这个让这个恶意螺旋继续上升，以免这个造成更大的事端哈。那我们紧接着就看到川普打电话给高市哈，那很明显的这就很明显的他答应了习近平某些事情，然后必须要跟这个高市跟他讲清楚哈。但之后我们就看到紧接着很快，时间确实很快。那昨天上午才听到说是川普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下午来讲的话，高市早苗就在他们这个所谓政党的领袖协商会里面就讲出来这句话，就是日本没有权利去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啊，这种话。但是这点有一点很巧妙的，我觉得这句话是由野田佳彦在提出来，那很明显的就是是不是野田佳彦故意做球给高市早苗，让高市早苗来回答这句话题。那当然，他第一句话讲的好像是说，这个台湾来讲，我们日本不会去认定它独立或者是不独立的法律案件。但紧接着他下面接着讲的就是台湾有事的话，是不是启动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必须要认当时的全班状况来做一个情报判断以后，才能够来做一个决定哈。那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话可以区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来讲的话，第一，他讲说日本没有立场来这个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很明显的是在战略退缩哦，在跟中国示软。可是他第二句话，我认为他讲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向他的这种右派的这种政党，包括维新会来表达他态度很强硬，不然的话，万一维新会这个退出他的执政联盟来讲的话，他就垮台了。所以他必须保持这一贯立场。但是我们紧接着看到野田佳彦，他替他这个打这个圆场，说他实质上已经撤回这句话了。但是关键是说，你野田佳彦你讲这种话，中国认不认同？外交部看起来是不认的，绝对不认同嘛。我们简单讲，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不认同呢？第一个就这件事情整个 handle 权已经掌握在这个习近平的手上，他直接在 handle 在掌握这件事情。那所以说，中国外交部一定是强硬到底哈。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都会看出来，现在中国态度就是你一定要收回，绝对没有模糊的空间，也没有灰色地带，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子模糊打混过关。那后续来讲的话，中国我想会采取几种手段。第一个来讲的话，它在外交上面会继续加强对你日本的力道，譬如说是我们看到在联合国上面联合国的代表已经提出来所谓敌国条款的这种论述。另外来讲，最近这两天从昨天高市早苗跟川普通了电话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洲，包括英国、包括德国、包括法国，甚至于在这个跨的这个澳洲来讲，都提出对高市早苗这一部分的质疑，这是外交上面。是。那在经贸上面更不要讲了哈，所谓水产品的开始禁止使用，包括旅游。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还是军事部分。我想中国在黄海的军演来讲的话，力道会一直持续的加强。所以日本来讲，在这状况之下，我觉得高市早苗他是要面临的，他就是只有把话吞回去，不然中国绝对不会允许你在这上面有任何模糊或者是软着陆的空间。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讨论的是中日紧张关系不但没有趋缓，而且逐渐在升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日本的产经新闻就报道了，说日本防卫省在研议，假如中国真的侵台的话，那自卫队跟美军首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击沉福建舰，让登陆的舰艇兵力可以减少。但是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央视也公布了福建舰有最新的进展哦，是他们正在展开这个海上的实兵训练，而且不是单打独斗，它旁边有055大区延安舰、054A 通辽舰、歼35、歼15T、歼15DT， 还有空警600。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护卫队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显示出，其实现在中国海军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是越来越成熟。我们要请教蔡委员您来看，因为现在呢，日本口头上说他要击沉这个福建舰，但是以他们的实力来说，真的办得到吗？还是说在这些王牌搭子的护卫之下被攻击的话，会不会日本是先被反击的？
我觉得日本人可能要面壁吹牛个3年再来吧。为什么？你要打航空母舰，在睡觉的时候绝对做得到，但是如果你白天的话，就没办法做白日梦。我们要检讨一下日本有没有反舰导弹？没有反舰导弹，你打什么航空母舰？好，那检讨它有没有？它还真的有可是问题，它的反舰导弹，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它的12式地对舰的地对舰打，那只能打200公里。福建舰没事干，跑到你200公里的岸边干嘛？这就说不通。所以日本的岸置机动反舰导弹只能打海警船。再来它增程式的可以到1000公里，那对不起，可是亚音速的，就是不到超音速。那也没什么用。为什么？穿透力不够。而且航空母舰会距离你1000公里吗？也不会，起码距离你1500公里啊，因为太近了你飞机起飞2、3就到了嘛。那再来海上有没有反舰导弹？有，它90式的200公里，17式的这个300公里多一点，然后说12舰载式的未来会到500公里。那我不晓得你这个舰队要靠多近。这就早就被福建舰给打沉了啊！再来，还有空射的反舰导弹，玩得更经典。它有 ASM 1号，他自己做的，70公里 ；ASM 2 170公里 ；ASM 3它叫做高速反舰导弹，据说可以到3马赫，但是那还不是高超音速，3马赫可以到200公里。这种射程怎么打福建舰？所以我说，日本先生。白天不要吃太多安眠药，会打瞌睡啊，所以这个叫吹牛皮。那你说可不可以用美国买的战斧导弹可以打1600公里？问题战斧导弹是次音速的，而且是在战斧导弹主要是公路用的要做反舰那还早了所以他说日本正在积极开发可以打那种1000公里的，跟中国一样高超音速的滑翔体，用 HGV 来打。那就是弹道型的很抱歉还没看到等他看到了再说，大家较量嘛。可是你日本可能会面对东风，东风打不几型一打，东京就不见了，大阪也不见了，广岛也不见了，长崎也不见了。这个你日本自己想一想自己想，这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好，确实，在目前呢，蔡委员的分析看来是有难度的啦。但是日本他敢说这个话，也不是说他没有底气，因为最近在日本在做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它的飞弹产业，其实这几年来进展是非常的大的。共同社就报道了说，日本呢，它呢已经将这第一批由五角大厦授权他们代工的爱国者飞弹出口到美国。那其实这是2战之后首次出口这种杀伤性的武器。那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也在考虑他要修订这个安保3文件、非核3原则，甚至说可能允许美国在日部署核武。好，换句话说，日本呢现在呢不但是要出口这个杀伤性的武器，而且要引进核武。那赖教授，你来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组合拳真的已经架好了，所以是有这个底气可以跟中国来对抗吗？我同意这个蔡委员的说话，这个也是大话了因为。连美国这个川普他自己说，他要打造一个金球这个因为以色列有铁球嘛，那美国有金球，金球都没有办法拦截俄罗斯的导弹，那他更不可能拦截中国大陆的导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导弹这个部分，大陆的发展比俄罗斯、比美国还要强，尤其是中程的弹道导弹，超高音速，目前来说，在全世界。居于最高领先地位的就中国大陆，那你想，这个金球就是要从外太空开始进行这个第1套的防御圈，再从高空第2套，然后再从大气层第3套，一直到进来的时候才是爱国者导弹，已经是近空的防御了。那日本的防空导弹是经过美国授权的，所以也就低空的防空导弹，所以这个。它的杀伤力并不大的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就像台湾也有爱国者2、爱国者3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它本身的防御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它拦截不了超高音速的导弹。为什么？因为它最高的马赫就是4.5马赫。
那你怎么4.5马赫？你怎么可以追10马赫的导弹呢？也就是说，你慢车速你怎么能够追得上快车速呢？而且更何况是中国大陆的导弹，它有经过2到3次的变换，我们叫做变轨飞行，就是变换飞行姿态，你的演算基本上是来不及的。也就是说，当它产生第一次的变轨的时候，你的电脑要去重新捕捉它，重新计算，那你基本上你的防御的时间就一直压缩了。到最后，它在川普大气层要开始进入攻击的姿态的时候，它还可以再变轨，因为它是水漂式的，它不断的在变轨的过程中，你的计算根本来不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被击中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大话了，大家都知道，讲这个说所谓的我已经有能力因为美国授权给我制造这个爱国者3，那也就是引进美国的技术，那我已经有这个能力没有？基本上来讲，我们觉得这个是净空的防御，它效果不大。就这样，很多人在嘲笑台湾，就说你买一堆爱国者，你基本上来讲拦不住解放军的这个导弹的这个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更何况就是导弹并不是就1、2枚，无人机，还有各种火箭弹，还有各种那个水面或者是水下，或者是空中，或者是地面发射的各种导弹。对日本来讲，他没办法拦截的。你看看这一次大陆为什么在黄海进行实弹演练？在大陆在黄海进行的实弹演练，你用我们讲弹道导弹好了，就是抛物性原理，你把它一拉的话，它的作战半径就在日本的全岛了。所以为什么黄海的实弹射击那么重要？而且那是一种警告式，也就是说你本身把它，因为我射高射很高。那我把这个弹道导弹一拉平的时候，你涵盖在日本的全岛的情境下，日本本身是拦不住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讲到无核三原则的问题。大陆的核武使用是对于没有核武国，它是不会使用的。但是你一旦有了核武，那你就是构成中国大陆用核武攻击你的这个对象了。那我们再来看，核武基本上来讲，你要注意一个是弹头的部分。战略跟战术的弹头，另外一部分就是载具，载具就是我把你送多远、送多快、送多准。那核弹本身的准确度并没有那么要求，但是它的速度要快，要投得够远，然后它的弹头的造成的杀伤性的威力要够大。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承受力。我们一般来讲，我在法国巴黎大学读国防战略研究所博士班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师他是核武专家，他就谈到了就是核战哪一些国家打得起，哪一些国家打不起。那很明显的，日本是打不起任何核战的。为什么？第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第二个，人口多；第三个，整个东京经济板块太密集了，所以它本身承受不了任何核弹的攻击。那因此，日本发展这个核武的问题，非但不能够威慑到中国大陆，本身还会遭到俄罗斯、朝鲜跟大陆本身的双方都是核武国的攻击。蠢成这个样子，这是人类间的奇葩。好，从赖教授跟蔡委员的点评听起来呢，日本想要反击，甚至说把这个福建舰击沉呢，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甚至认为是说在说大话。好，不管日本有没有这个底气，但是我们现在拉到日本的内部来看，因为现在包含冲绳都出现了民意上的裂痕跟分歧了。因为冲绳本岛其实呢，因为在这个2战的伤痛到现在呢，其实他们的反战情绪是非常强的。从图卡当中您看到，这个不再有冲绳战役会的会长他就说了，说呢，其实如果台湾有事，美军又从冲绳出兵的话，那他认为说冲绳就一定会被拉入这个战争，那当地的人民是被牺牲的状态。但是呢，石垣岛就不一样的态度了哦。石垣岛的市长他说可以理解高市早苗的说法，所以他认为如果中国封锁台湾，那石垣呢本身就会是第一线城市，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准备是要先做好的。好，李将军请教你，也就是说现在冲绳本岛不想打，但石垣可以当这个前线。那如果中国真的封锁台湾的话，包括了石垣在内的城市，也就是说会陷入危机。中日两国如果真的在这个宫古海峡爆发冲突，您觉得谁占上风？你问的有2个地方，一个是石垣岛，一个是宫古海峡哈，我分别就是这2个地方来说明。第一个来讲的话，就石垣岛哈，它是毫无抵抗的能力，因为这个解放军在前天已经证明了哈。那石垣岛这个从石垣岛跟台湾中间来讲的话，解放军用了一架无人的这种飞机无人机从这边台湾跟石垣岛中间穿过哈。
这个我研判可能是经常来台湾的那个无人机了。它的如果说是这架无人机的话，它的这种在空滞空的时间有到15个小时。那当时这个日本自卫队它的这个战机有曾经有起飞来做这个监视的这种动作。但你要知道，无人机对抗有人机来讲的话，除非说真的开战，不然的话是绝对是有人机吃亏的。因为你有人机在空中来讲，你飞行员不管是油料或者是人员的体能来讲，你最多就是2-3个钟头。那它可以在这边无限给你绕15个小时，那你怎么去应付它？可能这个几波下来讲的话，这个人疲马困，你又不敢将它击落，所以这是石垣岛的一个状况。当然，如果说真的暂时来讲的话，以解放军现在的无人机能力来讲的话，应该很快可以解决掉石垣岛。那至于说宫古海峡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宫古海峡发生开战的话，那日本是100%占你有利的地位。那为什么？因为宫古海峡，我们大家看一下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大陆这个海军它要出第一岛链，大概不外从2个地方，北边就是宫古海峡，南边就是巴士海峡。那宫古海峡最宽的地方约300公里我们如果说按照蔡委员刚刚所跟我们讲的这种它的对舰导弹的射程，假设说有200公里的话，它分别在宫古海峡的2端部署这种对舰导弹来讲，它就很容易可以封锁整个宫古海峡。你要通过它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再加上布上水雷来讲的话，可能解放军要通过这个地方难度就会增加很大。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解放军他如果说要出第一岛链的话大概除了宫古海峡就是下面的巴士海峡。所以我认为他有3种方法会出宫古海峡。第一种方法就是先下手为强，这个开战之前就先将宫古海峡周边的这种海空的导弹阵地将它摧毁掉，它才可以确保它舰队可以这个进出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个方法，它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讨论的，也有可能会实现，就是它让琉球建国，琉球重新复国，然后让琉球跟中国来讲，双方来讲建立一个很好的友谊关系，这样的话保持中立，那中国的海军舰队自然就可以出宫古海峡。第3个方法就是占有台湾，这个我们前一阵子大家有讨论过，福建舰最好的母港在哪里？如果就地缘来讲的话，不就是台湾吗？如果台湾来讲的话，就北边来讲的话，它就不会被琉球群岛所钳制住，南边来讲也不会被菲律宾所钳制住。它如果从台湾出去来讲的话，就是广阔的太平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地缘战略这么重要，为什么高市早苗会讲这种话。他认为说是他有把握在宫古海峡这边堵住中国的舰队，所以他才敢这么嚣张讲这句话。那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直要统一台湾，除了说是民族历史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就我国家如果说要发展海权要强大，那最好的进出太平洋的路就是台湾这也是地缘战略对整个国家发展最大的影响在这边。所以我认为但是随着武器的进步未来是不是如此，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说这个有无人机的时代来临来讲的话那是不是会改变现有武器的这种射程，或者是它作战的效能，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在目前状况看起来的话，如果在宫古海峡发生海战来讲的话，以地理上面来看的话，是日本占优势。